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妈妈 Fishing Cuisine 惠妈厨艺。相信有不少人和我一样，不管有多大的菜床、菜地，还是觉得不够用。这和我们的衣橱总是缺一件衣服那样，如出一辙。因为菜床越多，我们想尝试种植的蔬菜数量和品种就越多。鉴于已经有了8个菜床，我一直控制自己一定不再去购买花盆种菜，所以为了减少缺憾，我非常认真地规划了我的菜园。当年初我得到了好几个这种免费周转筐时，立刻就有了变废为宝的想法。在一些超市，你可能有机会获取一些这样大大小小的筐子，完全免费。它们通常都是给超市的食物物流周转使用的。这些是市政府免费发给市民的防止树木虫害的麻布，我把用剩的保留了下来，现在正好用上。还需要的就是一些线卡，几乎每个家庭的工具箱里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吧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麻布或者线卡，去 Dollarama 都可以找得到。有了这几样，一个几乎零成本的种植筐很快就组装成了。这种网格状的筐子不仅足够结实，而且通风透气，麻布的密度和透气性同样也非常好，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真的是再好不过了。麻布用完了，我就用家里以前剩下的防草布取代。如果有可能，我建议尽量选择深的大的筐子，给我们要种的植株足够的生长空间。这个种植筐的长宽高是60乘38乘26厘米。把种植土倒进去，里面我混合了自制堆肥，然后就可以在种植筐里种菜啦。今年我想利用一下这一面栅栏的位置种植一些豆角，所以特地将爬藤豆角种到了种植筐里。我把室内育苗的冰菜移植到了种植筐里。由于冰菜不耐高温，所以应当尽量放在有光照但非阳光直射处。天气热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把冰菜种植筐依据需要来移动。我特地将芝麻菜、苦菊、羽衣甘蓝、红叶生菜、红色和绿色的瑞士甜菜、甜菜根、香菜、茴香这些适合做沙拉的蔬菜，还有金盏花的种子一起混合，撒到了这个种植筐里，做成了一个沙拉菜筐。你看看这个沙拉菜筐现在是不是已经充满了美感？这正是我认为的种菜应该有的样子，不只是劳作，还应当是享受，从营养到观感。今年我种了9个品种的番茄，南美人番茄是我育苗最多的一种。我把菜床里种不下的南美人番茄种到了种植筐里，同时安排了爱踹根的马兰头和它们做邻居。这个辣椒种植筐里，我同时也种了樱桃萝卜。这个种植筐里是我用超市买来的紫薯培育的紫番薯叶。以后我会做一个视频分享一下我用3种方法种植番薯叶以及番薯叶的菜谱。我一直为找不到合适的位置种植佛手瓜而头疼，没想到这种筐子会让我的难题迎刃而解。
去除一个框子的底部之后，将2个同样大小的框子连接在一起，于是我就有了这样一个60乘38乘48厘米的佛手瓜种植框。插上3根同样用线卡捆绑加长的绿杆，我的爬藤架也有了。除了前面介绍的这些自制种植框，我把去年夏天做番茄酱时在 Metro 购买番茄的筐子也利用了起来，把我在暖棚里培育的多余的各种生菜、芹菜与一橄榄的菜苗结合到这里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缓苗，这个种植框的颜值可不可以称得上赏心悦目？这2个是在 Dollarama 买的种植袋，既大又深，我种了2颗番茄进去。依据不同植株对光照的要求，我将几个种植框安置到了菜园里面，和我的8个菜床成为了一体。我的菜园种植框的制作方法和用法就介绍到这里了，希望能够给有需要的朋友一点启发。我们身边其实可以废物利用的东西有很多，用好了不仅可以给我们提供便利，而且经济又环保。从我前面上传的几个视频，大家可以了解到，我的确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种菜，因此好久没有上传料理视频了，已经不止一次有朋友催更了，实在抱歉。下一个视频我会介绍我的健康菜谱，特别是我会把用我自己种植的蔬菜制作的菜谱介绍给大家，让我们一起分享健康的美食。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先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。